哟，我是燕哲。那么和视频开头说的一样，假面骑士终于出新手游啦！但是丑话得先说在前头啊，本款游戏其实并不能算是一款游戏，它只是一个用来给我们收集哥查德卡片的一个软件啊，只是里面可以让我们的卡片活过来进行打架，玩法和我们1年前介绍的那个融合激战的手游版一模一样。但是哈，融合激战拥有大量的狂热粉丝，然后卡片本身也可以玩街机，融合激战手游版的玩法呢，也单单是街机版的简略版罢了。可是这次假面骑士手游的核心竟然是卡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买一盒正版的卡盒，甚至比较腰带还要贵上不少。你这哥查德这成什么样子，没点数吗？神作！当然啦，如果后面真成神作了的话，欢迎回来打我脸，好吧 ？OK， 那么这款游戏的玩法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把这款游戏发售的一些卡牌放进手游里打架。游戏菜单一共有4个选项，第一个是扫描卡片，字面意思啊，只要扫描正面的这个条形码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这种自制卡是不可以进行扫描的，明明卡牌的大小也一样，图片也是照搬的正版，但就是扫不出来。可是这种条形码卡片反而可以扫出来啊！估计是因为自制卡的条形码有过压缩吧，反正我入手了2种不同的自制卡都是不行的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。然后菜单第2个选项就是你扫描过的卡片都会出现在这里，讲人话就是图鉴。当然，只要是哥查德时期发布的骑士卡都是可以扫出来的，异化、特点、实玩等等一些都是可以的。而截止今天为止呢，一共可以扫出来377张卡牌。第3个模式就是骗咱们买腰带的，也就是买这玩意儿。第4个模式可就要好好说道了，它直接在 App 里内置了一条腰带，和原版腰带的玩法是一模一样的，只要扫出2张卡就可以进行识别了。好，看来他还要再跌一次价哈。哎，不对，所以说我白买这条腰带啦。然后第4个模式就是本期视频的重中之重了。玩家需要从3种难度中挑选一个，但其实哪种难度都不大，它这3种难度竟然用的是同一只怪兽，高难度就仅仅是血量和伤害高了，就连地图它都不舍得变，不管什么难度，基本上每位骑士都是可以随便打的。然后进入游戏之后，游戏首先会要求玩家挑选4种召唤方式，第一个是随机，是系统随机啊，也就是给没有卡片的人来试玩的，一般是不会给到过于强烈的卡片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随机人物都是可以暴虐3星的。第2个选项就是历代骑士了，是的，没错。虽然一开始听着好像说可以扫很多卡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哥查德的卡啊。历代骑士都是只有基础形态的，不过狐狸作为上一代的前辈，它拥有着唯一的最终形态。第3个选项就是哥查德独占的卡了，也就是哥查德的各个形态。而第4个选项就是你用过的卡片了。那么来到真正的格斗玩法，游戏采用的是1对1赛制，系统会随机颁布2种攻击方式。第一种是普通攻击，画面中会出现6个圆点，玩家需要同时点亮2个发光的地方。当然，前面忘记讲了，只有最高难度才会出现6个圆点啊，中等难度是只有4个圆点的，而最低难度则是只有2个圆点。然后第2种连续攻击，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就好了。反正总体来说，就一直重复这2种攻击方式，直到怪物血条空了，就会自动释放必杀技了。必杀技也是一直点击屏幕就好了。成功发动之后呢，直接降维打击。是的，没错，他直接把街机那套动画给搬过来了啊！直接播片啊，兄弟！因为是直接照搬了街机动画，所以必杀技动画看起来都特别有质感。那么剩下的内容呢，就没了。你以为还有啊？怎么说呢？我知道我不该喷它，因为它本质上来说，其实就是一个图鉴，又不是真的是一个游戏。甚至让我们的卡片可以活过来，的确是很好的一件事啊。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，你就输给财团 B 了哈。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融合激战玩法？虽然建模是比不上假面骑士这款啦，但是人家大招是真的纯实机啊。然后假面骑士这边你直接就用街机的视频啦，而且每位骑士的打斗动画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对面的怪物和场景也只有一种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每位骑士的动作都是一样的，然后唯一不同的就是大招。完事了之后呢，这个 UI 又是直接照搬了融合激战手游版，你们能理解我要讲什么了吗？这款游戏唯一要做的就是新建模，做完新建模之后呢，只要往里一套啊，就又是一个新人物了啊！我寻思着你这卡片也不比融合激战卖的差吧？这么玩是吧？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不过也对，毕竟这次的骑士手游并不是还原街机嘛，而是为了哥查德卡片原创了一款 App。哎，也行吧。
这么说我也能接受。但有一说一，我真的很想玩到骑士街机啊！如果下一年这个手游系列还有续作的话，我希望是骑士的那款街机，上来就摆上4张卡片，然后不同的骑士还要搭配不同的变身动作。即使是简约版，我也挺想玩的。行，那么总而言之呢，如果这一款游戏放在上一年来说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但是作为同系列来说，相比融合激战那一款，本次的假面骑士手游确实缺少一点新意了。是这个星啊，是那句免费码能让我们手上的卡牌3D 化进行战斗，最差它也能当做是一条哥查德的腰带嘛，找几个条形码听听音效也是不错的，至少比实体腰带识别的快啊。所以我到底特地买来干嘛呀？